我是莹莹。前2天就是2022年的8月23号呢，可以说是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全民吃瓜日。因为在下午的时候呢，一则新闻出来，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完全是沸腾了，也就是 Najib confirm 入狱了。那其实呢，我们的前首相 Najib 的这个 SRC 案件呢，拖拖拉拉已经很久了。不过 finally 就在前天的时候呢，由联邦大法官东姑麦文为首的5司一致裁决维持原判，也就是宣布纳吉的1项滥权、3项失信以及3项洗钱罪呢，全部是罪名成立的，及时入狱12年，同时呢要罚款2亿1千万令吉。其实呢，Najib这一单官司呢，已经是拖拖拉拉已经很久了。基本上我们人民呢，已经是有一种有点麻木的感觉，已经是有点无感了。如果不是来一个大反转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已经是那种，哎呀，算啦，不会关的啦，他位高权重，他资源那么多，后面这么多的那个水很深啊，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把它关进去呢？那没有想到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人家讲玻璃脸啊，还真的是处处有惊喜耶。结果呢，这一个被判入狱的新闻出现之后呢，就也可以看到在 Facebook 上面啊，还有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基本上大家都在那边讲 Finally yes， 我要吃炸鸡，或者是呢没有炸鸡也要有这一个。讲到这个呢，我自己也是要开包来应景一下，我也是 Super Ring 的 fans 来的，停不了口。那有的人呢就讲说了，这个判决呢是非常的有意义呢，其中一个联想就是觉得对得起当年呢，这是509的手上的那一张选票。可能有些人就会讲说，这次的判决跟你手中的那张票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那应该是这样子讲，如果当时候不是有真的全民的意愿促成了第一次的马来西亚政党轮替呢，那基本上呢这一个案件呢其实是很有难度，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还是处于一种就是状态，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呢去把它进入一个完全公平公正的司法的程序，所以当时候的一个政党轮替呢，其实也是催化了这个事件的这个发展，所以不要小看你手中的那一张票。今天这支影片呢，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 Najib 现在已经是入狱了，那接下来他还有什么样子的招数呢？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焦点聚焦在 Najib 个人的身上。虽然呢，他曾经提出2次的这个上诉呢都被 ban 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终极的机会，就是向联邦法院入禀司法检讨，就是要求另外一批的法官来检视这一次呢这个联邦法院5司的裁决。哇，又来，不是 final 了咩？这么 final 了之后还可以一直败不复活，到底是要回来几次？OK，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司法检讨不等于是上诉，也就是说呢，虽然他可以要求司法检讨，但是他还是要即期入狱去服刑，他没有办法像上诉这样子可以保外候审，然后过得很爽，在家里面吃 Super Ring， 然后呢再想办法去拖延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还是必须要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一边服刑啦，一边等待这个程序的进行。那到底司法检讨是什么意思呢？就像刚刚稍稍提到的，就是会由另外一批的法官来检视这一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呢，原本主审的这个法官，也就是联邦法院的5司，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不理性、不合理或者是不正义的情况，那来导致最后的判决是如此。那针对这次的 SRC 案件呢，就是纳吉的律师团可能就会以联邦法院拒绝展延这一个审讯，导致辩方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准备为理由，而提出这个司法检讨。那目前呢，他的这一个首席代表律师呢，已经是公开的表示，正在慎重的考虑入禀司法检讨。其实呢，本来大家是可以不用那么的在意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司法检讨，感觉说，他也不可能来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大翻转嘛。但是偏偏这一次的这个最终审讯呢，就出现了一个疏漏，那就是在联邦法院正式下判的前一天呢，布洛克 Rajaputra 呢就公布了一个据称是这一个 SRC 案件上诉的最终的判词。虽然后来呢证实了这一个判词呢是有经过篡改的，但是也表示呢法官下判之前这一个审讯结果已经外泄。虽然联邦法院呢已经
经是报警要求彻查，但是这一个资料外泄的事件呢，对我们的司法体系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伤害的。那可能呢，这个明显的失误呢，就会让 Najib 的这个律师团捡到一把枪，以这个理由呢，成功的入禀司法检讨，分分钟还真的因为这个疏漏呢，让他前脚进去，屁股还没有坐热，右脚就出来了。那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很多人都有提到的，有没有可能他会得到元首的特赦？如果他真的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个元首的特赦之外呢，他不单只可以恢复自由，甚至还可以恢复参选的资格。那虽然这不是不可能哦，不过你不要忘记哦，他的 journey 还没有走完的，他的这个 case package 还有很多。虽然这个 SRC 案件，假设他真的是被元首特赦了，后面等着他的还有一马公司的这个报告案，还有这个国际石油投资公司的失信案，所以在他服刑期间，其实他的这一个 case 假设啦，元首特赦他了，然后可是他其他 case 还在进行着啊。如果他下一个 case 又被关进去，然后元首又特赦他，然后他又被关进去，就是门票咩？真的是可以这样拍的咩？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啦，因为还没有成为定局嘛。其实Najib呢，一共是面临着42项的这个控状。当中呢，就包括了28项的洗黑钱、5项的贪污以及9项的刑事失信罪。So 等于说，现在有7项的罪名已经成立了嘛？那后面呢，还有35项的罪名呢是在等着他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假设他的每一项罪名都成立，而且被判处最高的这一个监禁的刑罚的话，他总共会被关多少年呢？答案是465年啊，这是我们尝试算的啦，当然是不太可能哈。而且呢，不单只是465年哦，还会有这个高额的罚款和鞭笞。不过呢，法官一般上呢都会让这些刑罚呢是同期进行的。比如说这一次 SRC 案件，他被判刑12年嘛，那假设 1MDB 案件他被判18年，失信罪呢又再被判个16年的话，同期进行，咁就成为18年啦。唔该。好，那这一段呢就来讲到了，那他现在已经被关进去了嘛，那他的 brothers 们怎么办呢？那就作为巫统官司派第一位入狱的领导人，他的命运呢，基本上呢，应该就会让其他人呢，就是在那一边唰咧蛋啊，就是哇靠！那我们可能要来看看这2个人，第一个呢就是阿木扎西，就是有时事评论员就讲说啦，基本上呢，应该就是人走茶凉的啦，那就现在呢落难了，他的这一些 brothers 们应该都会 got zack 啦，就是会划清界限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在关心这阿木扎西的这个心情，想说，他到底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打算啊？心里面是不是很感动啊？这样子，没有想到，他又没有 got zack 哦，在那就被关的那一天呢，阿木扎西就公开表示呢，他会跟Najib站在一起，他们之间不存在背叛。那他还说呢，巫统的政治局呢会商讨对策，以避免呢未来有更多人呢像Najib一样成为这个政治压力的受害者。那在这个滨海军舰的文件解密之后呢，其实对于阿莫扎西的情况呢是相当的不利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的这个首相呢伊斯麦沙比里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巫统的当官派，就是不是官司派的那一批呢，是相当的有利的，他们的声望呢现在就有一点点的这个水涨船高的感觉。只是说呢，伊斯麦沙比里呢，他现在在巫统里面的这一个地位还不是太稳，只要他没有坐上党主席的这个席位的话呢，也就是代表着他没有决策权，未来无论是做一些重大的决策啊，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一个就是决定的部分呢，都很容易被牵制。更何况在巫统的这个最高理事会当中，还有一个身家相对清白的署理主席穆罕默哈山。他之前呢也曾经公开表示过，他其实是有想要当首相的这个野心的，所以对伊斯麦沙比里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威胁在那边。好，那现在呢，巫统官司派呢已经是元气大伤了，那到底我们是不是马上要进行大选了呢 ？OK，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伊斯麦沙比里的说法，他目前的说法呢还是相对的保守的，他讲说这个决定呢就是交由巫统的这个5位最高领导人来决定。不过呢，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的陆兆福呢就觉得说，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搞不好巫统政府呢会暂停逼宫，就是一切先按兵不动，让现任的政府呢可以顺利的执政直到2023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首先，因为现在政府的经济状况呢，就是跟你跟我差不多。好，可能
比较有钱 ，OK，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钱嘛。然后呢，还有最近包括的这个滨海军舰的这一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其实呢，如果在现在进行这大选的话呢，对于现任政府呢是非常的不利的，因为呢，这可能就会让在野党呢可以掌握这一个话题呢来攻击政府。那就好像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 1MDB 事件呢作为这个催化剂一样，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那选民会不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说，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西蒙的机会就比较高了，对在野党比较有利呢？其实不一定，尤其是如果以伊斯麦为首的这个巫统的当官派呢，把握这个时机，好好的去做一下部署或者是一个策略的话，反而就是能够一洗掉他们这一个贪污的形象，还有滥权的形象。那搞不好这时候进行大选呢，对他们的形象来讲呢，是更加的有利的。说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有一点感慨有一句话是这样讲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OK， 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就成熟一点吧，也不要太天真。你要求政治人物保持初心是不可能的代志啊。不过呢，我们觉得这一次的事件呢，可以提醒大家要开始意识到，政治人物其实是我们的人民的代表。那他们所掌握的权利，其实是我们赋予他们的。所以，就算说人家说民主体系又怎么样，民主体系有什么好什么坏或者什么的，我始终觉得它到目前为止还是对我们普罗大众是相对比较有利的一个政治体系。我个人认为啦，你不一定要认同，但是我个人是 buy 这一套的啦。所以如果我们有完善而且独立的这个司法制度的话呢，那基本上贪污滥权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再手再听的，他们始终有一天是需要去面对他们的这一个罪状的。所以那就这次的入狱呢，我们觉得它不单只是给贪官的一个警示，一个 warning， 更是唤醒我们这一些普通老百姓对于自身公民力量的认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这支影片呢，可以帮助大家呢，可以更投入的吃瓜，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见得一直都有 follow 啦。一个简单的概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要跟其他的人吹水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也可以更有概念。那我们做这一些内容的主要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子，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和一个资源，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参与社会，更有效的去沟通，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公民意识，然后推动社会的进步。好啦，我们 try 啦 ，OK。好，如果想要看我们荧光笔工作室更多的影片的话呢，可以去到 YouTube 找我们啦，或者是在小红书或者是 IG Facebook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的9点钟，我们都会有新片 update。然后今天这支呢是随缘片，有爆点新闻的时候呢才会出现的。那如果还没有看到我们刚刚过去的礼拜二 upload 的这一支影片的话呢，赶快去看一下，里面有提到呢关于马来西亚的农业的部分，我们历任的首相做过的好事还有烂事，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谢谢你的收看，拜拜。